朋友們，大家好。這幾天除了世界杯足球賽，在德國還有人熱議另外一個話題，那就是斯图加特火車站改造以及擴建項目。這是一個世紀工程，所以也稱斯图加特 S21項目。21即為21世紀工程的意思。那為什麼德國人在熱議這個項目呢？因為德國鐵路最近宣布由於多達1200公里的電纜錯誤鋪設了，所以呢得返工，工期再延後5年，要到2031年才能啟用。你們知道嗎？斯图加特火車站這個項目它是2009年簽訂合同，然後呢2010年開建，原本計算2019年，也就9年時間就啟用，後來多次延後。我記得去年德語媒體報道說2026年年底可以使用，但是今年2026年的時候呢，德國鐵路再次宣布延后5年，到这里2010年開建，2031年可能完工，這是最早可能的啟用時間，也就是說有可能再延後。原來預算的成本是45億歐元，然後呢，德國媒體報道，現在這個成本可能飆升到，如果2031年能夠完工的話，飆升到120億歐元。但是有其他媒體報道，有可能會飆升到150億歐元，也就是原來預算的3倍多。更可笑的是，所有這些延誤，這些各種各樣的問題，沒有任何一個人出來負責，因為沒有擔責制換人之後，那個人拍拍屁股走人了，然後另外一個人上馬了。說到德國這種大型基建項目，也是這種失敗的例子。還有一個，那就是柏林勃蘭登堡國際機場。這個機場當時預計的時候，成本是20億、25億歐元左右。但是你們知道嗎？但是到完工的時候花多少錢？70億歐元。原來預計呢4-5年完工，但是最後延期了9年，也就是14年才完工，超支那麼多倍。一說到德國的基建，德國人自己馬上就想到這個柏林機場項目。現在接着呢，又是這個斯圖加特 S21項目，這兩個項目都是成本失控，時間大幅延後。柏林機場延後9年，這個斯圖加特 S21現在最早預計延後12年，也就是說到時可能會延後，比如說15年、16年都有可能。真正的基建時間，目前最樂觀估計呢，21年，有可能25年。到時2031年，如果我還在這裡的話，再來報道一次。朋友們，以前咱們一談到德國製造，就想到它是質量的代名詞，對吧？工匠精神，慢工出細活。德國鐵路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也是個失敗的例子。德國所有的大型的基建項目可以說都是失敗的。還有在德國這個大型項目失敗的例子，就是漢堡那個音樂廳，易北河那個音樂廳，在德國人聽說過這個失敗的例子，也是延後了很久，也是超支了很多。所以一個國家的工程能力，不是看它的發布會有多漂亮，而是看它工地能不能按時交，能不能按預算交付。而這一點，我覺得中國和德國是兩個極端的例子。中國一般來說不會超過預算，而且不會延後交付這個項目，只能提前，不能延後，或者準時，对吧？一般是提前的比較多。所以說，朋友們斯图加特 S21項目已經成了歐洲大型基建項目失控的負面教科書。前面提到開工時預算是45億歐元，現在公開估算飆升到120億歐元，還有可能更多。有的媒體說可能高達150億歐元。啟用時間從2019年推遲到2026年，再推遲到2031年，而且這不是最後期限。現在沒有任何一個人敢100%肯定說2031年絕對可以啟用，大概率還會往後延。延多少年只有天知道。我估計呢，可能還要延後4年左右，也就是我最樂觀估計，可能這個工期長達25年。不僅呢是成本飆升，不僅是工期大幅延後，還有一個非常非常令人匪夷所思呢，就是超過1200公里的電纜被錯誤鋪設了。1200公里朋友們，
北京到上海是1318公里，但是这1200公里的電纜，在這樣一個很大的工程項目，很重要的一個工程，竟然錯誤鋪設。你們看看，德國人嚴謹嗎？德國人的工匠精神又在哪裡？電纜被錯誤鋪設，那肯定得更換，而且這1200公里的大部分電纜要重新挖起來，重新再鋪設，所以要延長5年，成本要飆升20億到30億歐元，再乘以8，也就是多出的成本大概是160億到240億元人民幣。所有這些沒有任何一個人出來擔責，因為德國這種政治制度不是問責制。還有更可笑的啊，德國鐵路公司呢，因為自己的忽疏，自己出了各種各樣的問題，最後呢，他總得找一個背鍋俠呀，對不對？這時呢，因為有個日本公司叫日立公司，負責數字化控制的，所以呢，德國鐵路公司說是因為日立公司的忽疏，所以呢，我們部分延誤了，也就是日立公司有部分責任，但是大部分德國人並不這麼看。德國人認為是德國自身的問題，你別甩鍋給日本企業了。那我相信，如果有中國企業參與這樣的項目，中國企業肯定變成了背鍋俠。所以斯圖加特21項目的問題，早已不是哪一根電纜呀、哪一家承包商或者哪一次技術延誤能夠解釋的，它更像一場持續16年，或者更好的說，現在是持續21年的德國基建失控樣本。可能朋友們很好奇啊，是什麼項目？規模有多大？竟然呢延期12年，竟然要花120億、150億歐元。如果是150億歐元，相當於差不多1200億人民幣。一說到火車站項目，那我們很多人可能會自動想到重慶東站，對吧？因為前段時間馬斯克在他的 X 平台上就轉發了重慶東站的那個視頻。在國際上引起了非常大的反響，觀看量高達幾千萬。大部分人呢對中國這基建能力是非常非常讚賞的。在這裡我就想把重慶東站與德國斯圖加特 S21項目做一個比較。先說規模，重慶東站的規模，我們說那個主體建築這個火車站是122萬平方米。大家想想看，斯圖加特21這個火車站主體建築它的面積有多少？只有區的35800平方米，它的長只有400多米，而寬80米，所以呢，最後呢是35000多平方米。而重慶東站剛才說了122萬平方米啊，朋友們，你看多出了多少？差不多40倍，對不對？好了，我們再看成本。德國斯图加特21火車站這個項目啊，它是改建以及擴建項目，最初的時候，對吧，是45億歐元，而現在呢，預估可能最後會漲到150億歐元。OK，150億，大家記住啊，乘以8就是1200億。而重慶這個比斯圖加特大40倍的啊，而重慶這個項目呢，連配套工程是260多億元人民幣，斯圖加特只有重慶東站的1/40那麼大，它的成本1200億，而重慶東站只有200多億，不到300億，這就是巨大的區別。再看裡面的規模，斯圖加特火車站只有4條軌道，8個站台，也就只有8列火車可以同時停靠。但是重慶東站有29個站台。這裡我再補充一點，關於數字啊。德國的數字與中國的數字單位是不一樣的。比如說，中國呢有百萬、千萬、億，對吧？10億這些都有這個單位，但是德國呢，它只有百萬，千萬沒有，億也沒有。千萬它怎麼叫？叫10個百萬。那個億呢是100個百萬。百萬之後，下個單位就是10億了。所以呢，有些德國人調侃地說，那斯圖加特最後這個項目呢，它的成本可能會飆升到21個10億，也就是210億歐元。所以呢，從德國近幾十年對大型基建項目的管理啊、建設能力來看啊，可以說它丟失了這種能力了。它沒有基建能力，另外一個呢，沒有組織能力，沒有管控的能力，都沒有。與我們原來想象的那個德國相差108000里，真的啊。
它技術肯定是有問題的，治理也是有問題的。有的人說德國的技術難道有問題嗎？你看它能夠出現這樣的錯誤，難道不是技術問題嗎？難道光是管理問題嗎？肯定是與比如說工程人員專業水平有關。這些人連錯誤的那個電纜都不知道，那就說明那些人有多菜，說明對工程監管的那個人他的能力有多差，也說明各個部門的人他的協調能力有多差。另外一個呢問題，那就是這個制度的問題，沒有問責制，出了問題沒有人出來擔責，沒有人承擔後果，沒有人坐牢。不管你出了什麼人命也好，不管你這個成本飆升多少倍，最後呢買單的是德國鐵路公司。但是德國鐵路公司是準國有企業，那最後買单的當然是德國納稅人了。最後反映到就是票價天價，在德國如果你臨時買火車票，臨時坐車是非常貴的，而且現在呢所謂的特價也越來越少了。比如說最近啊，我也看了德國火車票，從法蘭克福國際機場返回科隆，大概180公里，我要坐那個時段沒有所謂的特價，現在最便宜的所謂的特價要60歐元，普通的價格正常價格是超過100歐元，100歐元朋友們只有180公里，而且它的速度相當於國內的250公里時速那種，幾乎達不到時速300公里。在國內像這個速度啊，這個距離在國內大概是80塊人民幣左右，而在德國如果是正常價格，剛才說了超過100歐元就是超過800塊人民幣。提前幾天買票的話，最便宜是60歐元，60歐元那就是480塊人民幣，也是比國內貴了好幾倍。德國這種大型的基建項目一而再再而三出現成本飆升，然後呢時間大大的延後，不是偶發事故啊，是他們真的啊，一個是組織能力衰退了，另一个他們的技術肯定是不行的。所以现在德國所有大型項目啊，最傷的是公共信任，就是德國人不相信德國人自己能夠搞好這種大型項目。所以呢，在評論區真的啊，不管是德國當時的那個柏林火車站，還是現在斯圖加特項目，自然而然會想到中國。現在德國人大部分也知道中國人基建能力特別強，是基建狂魔，中國人基建速度特別的快，中國速度 China Speed， 所以他們想還不如讓中國人來建，可能呢就是2-3年就建好了，而不像德國這樣21年甚至25年，光是延後就延後12年或者16年等等。另外刚才我忘記說了啊，重慶東站不僅它的建設成本大大低於德國，而且它建設工期只有短短的38個月，3年加2個月，而德國這一個那麼小的，只有相當於重慶東站1/40規模的，它的建設時間目前看來21年，甚至呢更久。你看，如果是把重慶東站把中國人的基建速度、基建質量這樣來跟德國對比，如果我是真正的德國人，我都不知道我的臉放哪了，擱哪去？不好意思啊，真的太丟臉了。你們說是不是？簡單總結下，朋友們，不管是德國柏林機場項目，還是斯圖加特 S21這個火車站項目，管理鏈條可以說它是全面退化，體現在幾個方面，一個是預算控制失靈，第二個呢工期承諾失信，第三個風險治理滯後，第四個沒有責任機制，沒有人問責。如果一個項目沒有人問責，那這個項目就沒有人上心，對吧？因為跟他切身利益沒有直接的關係。只不過如果是做得不好，他的名聲不是那麼好，但是呢沒有真正的利害關係。所以呢，中國的問責制要好得多。那麼最後呢，我們來看看德國《時代報》關於這件事情的網民評論。因為前面我都說了大概是什麼問題啊，比如說工期21年，然後呢成本飆升到100多億歐元，相當於人民幣呢可能超過1000億。它的那個規模是我自己查出來的，因為德國媒體沒有說只有3萬多平方米，而重慶東站是122萬平方米。好了，對這些我們等一下就看看德國人、德國網友是怎麼看的，他們對斯图加特火車站這項目到底滿不滿意，還是怨聲載道？第一條評論說來也挺諷刺，當年反對斯圖加特 S21項目的人，
被抨擊成阻礙進步的守舊分子，可到頭來真正拿不出半點進展，揮霍巨額資金的，恰恰是這個項目的運營方與推行者。一座火車站砸進去120億歐元，而且我覺得這還不是最終數字，實際花費最後大概率會衝到150億歐元。極具諷刺意味的是，當然這只是我的猜測，搞不好最終要突破210億歐元。繼續往下，自打斯圖加特 S21 動工至今，中國新建鐵路里程差不多達到7萬公里，其中高鐵線路就4.2萬公里。感謝前幾任忙活半天，一事無成。咱們看幾條跟帖，比如說這位，在中國不會出現個別蜥蜴保護團體無休止阻撓、拖延整個工程的情況。咱們看這一位，他是怎麼說的？中國那邊做事也不會顧及個人權益或是環境保護，但凡有需要推進的工程，遇上阻礙就直接開工建設，不管擋路的是什麼東西。做這類對比的時候，這點理應考慮進去。咱們看這位，他又是怎麼跟貼的？我補充一點，勞動者權益、勞動保護、居民相關權利等等等等這些方方面面，換作任何一位論壇網友放到自己身上，肯定都會理所當然的去爭取。好的，我只是補充，這位網民的意思，這些在中國都不存在。咱們再往下看，這個人他是怎麼跟貼的？總有人感慨，在獨裁體制下辦起事來格外隨心所欲，暢通無阻。德國真該好好學學這套做法，才不是呢。咱們看這位是怎麼跟貼的吧？你是希望德國走向衰敗，還是越來越好？在中國，至今仍有大量民眾主動出力奉獻，努力讓所有人的生活變得更好。有意思的是，這條路確實讓整體發展持續穩定向好。可如果總習慣推卸責任，一味盯着問題與不足，眼裡就會只看到各種弊病，到頭來局面往往也真的會越來越糟。好，看下一條跟貼。德國發展陷入停滯，並不能只歸咎於少數頂層人士，這是結構性問題。我們每個人都該反思自己在其中負有怎樣的責任。我們繼續看跟貼吧。中國人口總量差不多是德國的20倍，鐵路軌道的絕對需求自然也更大。另外，別忘了，中國工程項目基本談不上勞動保護與環境保護。這裡又有一位自我感覺良好的德國人，他是這樣說的：你可以去谷歌搜一搜中國鐵路事故看看。斯图加特 S21 確實是一樁丟人現眼的爛工程，但我也並不想生活在中國，哈哈哈。下條評論：我並不是要為斯圖加特21項目辯解維護，但你去過中國嗎？在我看來，中國東部整片地區就像是連成一片的巨型工業區，我並不想生活在這樣的環境裡。另外，如果規劃建設可以無視法律法規，不顧民眾感受，一路暢通推進，進度自然會快很多。好的，朋友們，有這樣傲慢的德國人，德國基建項目延後30年也不足為奇了，你們說對不對？好的，我們看下一條評論。提醒一下，這裡有個趣味誤解，斯圖加特21裡的21並不是原本計劃2021年完工，而是暗指項目最終總耗資會達到21個10億歐元，也就是210億歐元。所以大家還得再多點耐心等下去。再往下，這件事到頭來究竟會不會有人為此承擔責任、接受問責？看跟貼。那當然不會，只有普通人亂停車、坐車逃票的時候才會被追責。另外這位網友跟貼說，沒錯，最終買單擔責的只有納稅人，你不妨照照鏡子體會一下。下一則，我們現在居然真要整整花21年時間才能建好一座火車站，成本還翻了3倍。在這個國家，很多離譜的事就這樣不了了之，蒙混過關，實在讓人無法理解。繼續往下，
那又如何？這算什麼新聞？所有人早就心知肚明，斯圖加特21就是德國鐵路撒下的彌天大謊，注定要搞砸，也沒必要同情周邊居民。2011年全民公投時，多數人本來就投票支持項目繼續修建。再往下，德國就是沒理由的極度自負。說到腐敗問題，我們真的就比那些被我們貼上失敗國家標籤的國家好很多嗎？只不過在德國，這類行徑被叫做遊說旋轉門活動。政客們卸任後還能順理成章地進入企業監事會任職罷了。下一則，我覺得今後像火車站、機場這類大型基建工程，乾脆只交給中國企業來承建，他們只用1/3的工期就能完成，而且成本只有1/4。咱們看跟帖，動輒一個大型工程就鬧出多條人命，毫無安全生產保障，是以漠視環境破壞，工人薪資微薄，糊口都難，諸如此類。這種中國模式，有人居然還推崇起來。我們看這個人反駁道：去年咱們德國這邊就有3名工人在橋梁施工時墜落身亡，即便全程執行德國本土規範標準，而就德國自身的建築工程質量水平而言，實在也沒資格誇誇其談，自吹自擂。德國知識點評：像前面有些自我感覺良好的德國人還真不少，而且不少人一說到中國就是一切負面，還加上什麼獨裁那一套。他們是這樣認為的啊，寧可一個車站建30年，成本飆升幾倍，也不要中國的多快好省，就因為他們認為中國制度不如他們。好的，我們就繼續等着看德國笑話吧，看看2031年時這個德國斯圖加特火車站能否投入運營。我估計大概率還會延後，我們拭目以待吧。